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再来玩这款 KO 放大版的钢索。这回推出的配色是 G1 的元祖漫画配色。涂装方面，这款配色用的是全身的银漆处理，并不会像上一款的金属配色。前肢和尾巴尖用了浅蓝色的漆面，做成那种仿 G1 复古漫画的一种涂装。但是这个 KO 放大版钢索的统一毛病就是下压式的联动并不存在激发不了。 摇动尾巴的摇头晃脑的联动还是存在的，只是感觉并不太灵活吧。嘴巴这里打开以后，按压腮帮子可以闭合。在金属色里边啊，我说这个地方拨一下，下方的黑桩子嘴巴可以闭上，这也是一个激发的效果啊。但正确的激发应该是按腮帮子这个按钮。 但好像漆厚了，按这个按钮按下去，有的时候回弹的效果不是很好。 顶不上来，得来回拨一下。本身 MP 零发的激发模式是你往下按这个龙的身躯，腿部的伸缩会激发这根棍子来回的伸缩，顶着脑袋点头抬头的。但放大版钢索从原色开始的这个毛病，此处激发不了，没有效果。龙形的眼睛依旧可以掀开脑袋进行替换颜色。 但是精涂版本会显得有一些卡扣会很紧，比如说中间开盖的地方，缝隙对的还是不错的，密合起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尺寸过大，把玩起来也是挺累的。材质方面还是可以的，因为它尺寸够大，而且放大了以后板件的厚度也有所增加，齿轮关节和合金零件也全部保留了下来。然后我们来开始变形。 主要是这一块拔不开啊，这一块胸板的密合比金属涂装的那个会更紧一些啊，那个你揪着俩胳膊可以揪开，这个的话我看看只能拿刀子插进这个缝隙了，插进去以后稍微的撬一下，哇，就是这两个插桩因为喷了漆挺厚的，所以导致了公差有变。 翅膀的齿轮关节，该有的还是都有的。肩带位置这两块合金件也有保留，提上来。而且在变形的过程中，你想要尾巴摇动、头部跟着转动的这个联动机构变形到位的话，你尾巴这个滑道必须得拉到最底下，它的齿轮才可以锁得住。这也是有一些朋友们在说，哎，为什么我变形完了以后，脑袋摇的这个连发机构 不能触发，是因为根部的这个滑道拉下来，才可以把中间的齿轮咬死。你咬住了以后，这一块触发就好了。腿部的中间插扣还好啊，比起胸板来拆起来方便了一些。最后腰部往下锁。 锁下来以后，顶起胸口的汽车人 logo， 腰部这块锁的时候也是挺紧的。在第一次变形时候，它是人形的包装，你往开拆的话，这里边会卡得挺死的。如果感觉这一块里边不太舒服的话，建议稍微的打磨一下。整体来看的话，电镀的颜色和胸口里边的一些刻画造型、涂装细节做的还是不错的。最大的区别是这一回的头雕有更换。 腮帮子部位有了獠牙的刻画，而且整个的头盔会显得更加圆滚滚一些。同时，这颗元祖漫画头也配备了眼睛换色的机构，里边的光学镜是电镀出来的，挺好看的。会带两个皇冠，也是因为脑袋造型的不同和元祖漫画王冠的一个款式不同，所以戴上去以后是这样的效果。 MP08原来造型的头盔和王冠，这回也有附带啊。后脑勺的零件是相同的，只是更换前半个面部啊，拧2颗螺丝就好了。手臂灯的激发开关依旧在后边，按下是常亮。看了一下这个亮度应该会更强一些啊，我猜果然是因为电池的问题。之前的金属色板可能因为电池用久了，这回我们插上看一下效果，依旧效果不是太明显啊。这一回的透明零件也换成了橙色。 那勉勉强强，但总的来说是要比原来的那个灯光要亮一些的。大枪感觉也能隐约的透出一点光了，看握把的位置，这里会被点亮。
但是跑光的问题是很严重的，而且光用纯透明零件让这个光折射拐个弯儿，想起来难度也是有一些高的。之前我看评论区有人在说，用那种光学纤维可能会好一些啊，又或者说里边做一个斜切的45度角，进行一个镜面的反射的话，这个光可能效果就好了。但毕竟因为是直射的光线啊，现在想要把它散射，把这一块完全的点亮，难度也太大了。但总体来说吧，相当经典的一个模具，放大了之后也是可以配比例的。另外，上期还有评论说，这个放大了以后配摸 PP10的尺寸刚刚好啊，其实并不是，它放大就是为了配 MP10。如果配摸 PP10的话，微降的那个尺寸会更大，摆一起并不合适。擎天柱和钢索并不是一般高的，钢索要大出来特别的多。虽然在记忆动画里边，比例这个概念是特别玄学的，一会儿大一会儿小，但确实机器恐龙整个的个头是要比擎天柱都要高很多，这一点是绝对没错的。这一次元祖漫画配色的钢索放大版做出来还是有一些诚意的，起码他把这个头雕也做的跟元祖漫画那个很接近了，身上的涂装更换后啊也非常有那种复古的风格，再加上这款 KO 的价格并不贵嘛，这么大尺寸的一个钢索，身上的合金零件、电镀的这些东西啊都一丝不苟，还可以吧，只是在把玩体验上边没有 MP08的联动效果那么的顺畅，还有就是因为涂装上漆厚度的问题，导致了卡扣的地方拆起来不是那么的方便。除此之外，其他方面都还不错吧。还有就是大家关心的这个裤衩掉漆的问题啊，那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是因为散货08的关系。其实那个年代所谓的什么散货了、厂货了、挂牌货，大家现在都一律可以理解为 KO 了，是那一批裤衩出现的这个掉漆现象。MP08原装的钢索出厂裤衩掉漆的现象并不是很严重，除非后边有玩家把玩不注意啊。这一块是一个合金的零件，所以可能漆在上面粘附的并不是太好。如果说是一些喷漆的工艺啊，可能后边会出现拨片掉落的现象。KO 版这个还可以吧，虽然说感觉喷的不是很平整吧，可能有一点气泡，但是掉漆目前没有看到。在变形的过程中，这块是齿轮关节，你在往回夹腿的时候，注意这个夹角的部分，你一定要转正了，再把它往回夹，就不会磨损到边缘了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还是一个性价比不错的玩具啊，价格很实惠，而且现在用券的话应该会更便宜，摆在那里看的造型也相当虎气。得嘞，这一期咱们就先玩到这儿吧。